东亚病夫是近代西方世界对中国人的贬称。在无数中华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努力下，中国人耗费几十年时间才将这一称呼彻底摆脱。与此同时，远在欧亚大陆的世界另一端，也有一个被称作西亚病夫的国家——奥斯曼土耳其。这个曾经横跨欧亚非的古老帝国，却在近代被冠以这种侮辱性的称呼。然而，在一战之后，土耳其便迅速崛起，在短短10年时间就摆脱了西亚病夫的称号。土耳其是如何做到的？公元1454。奥斯曼帝国彻底沦为西亚病夫，只能坐等其他列强的瓜分。可就在帝国余晖即将熄灭的关键时刻，凯末尔的出现带领土耳其突出了列强们的包围。凯末尔，一位从战争中崛起的英雄人物，一战期间，他曾率军守卫首都伊斯坦布尔，因此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。在奥斯曼封建统治者百死不僵的情况下，又是他毅然成立国民政府，率军将希腊侵略者赶出领土，保住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。1923年10月，奥斯曼600余年的统治被终结，由凯末尔为首的土耳其共和国新政府取而代之。从此，凯末尔奠定了土耳其国父之名。然而，上台之初的凯末尔寸步难行，国内大环境百废待兴，最重要的是神权统治在土耳其根深蒂固。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伊斯兰国家，它的专制制度建立在封建神权专制基础上。苏丹是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者，又是宗教最高领袖，王权与教权融为一体。在土耳其漫长的历史中，这种政教合一的政体一直占据着主导作用，也是奥斯曼帝国曾经雄霸欧亚大陆的关键。但在新时代环境下，在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的背景下，神权统治将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大阻碍。一招不慎，土耳其便会再度陷入动荡，让周围列强趁虚而入，重新沦为任人宰割的西亚病夫。为杜绝这种情况的出现，凯末尔打响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，尤其是在政治体制领域。土耳其民族解放战争期间，凯末尔出于全国政局稳定角度考虑，仅仅废除了苏丹制，而保留了哈里发制，也就是伊斯兰教教权制度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许多保守势力和敌对分子都利用哈里发制，妄图对凯末尔施加影响，这使得凯末尔不得不下定决心废除哈里发制度。不过，凯末尔推动的这项改革却遭到了巨大的阻力。不仅封建神权维护者坚决反对这项改革，就连凯末尔的许多亲密战友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，反对哈里发制度的取消。唯有凯末尔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，要想把土耳其改造成一个世俗国家，就必须打破政教合一的惯例，让政权与教权分离。
于是，在1924年3月1号的大国民议会上，凯末尔发表演说，力排众议指出，必须把伊斯兰信仰从数世纪以来被作为政治工具的地位中解脱出来。顽固分子们终究没有拗过强硬的凯末尔，议会次日就通过了废除哈里发的决议。在土耳其存在了1000多年的哈里发制由此宣告终结。随后，凯末尔进行了更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。1923年，凯末尔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党，并且规定人民共和党是国家唯一的政党。后来，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选举凯末尔为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，伊诺努被任命为内阁总理，并决定定都安卡拉。从此，土耳其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进一步割裂。为了彻底世俗化，凯末尔又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措施，其中包括阐明民族自决权和尊重少数民族权利等内容。但最重要的是，1924年4月，大国民议会通过的土耳其共和国宪法。宪法当中明确规定，土耳其是共和制国家，土耳其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。宪法的出台意味着土耳其极大程度上摆脱了神权国家的头衔，成为一个普通世俗国家。除此之外，凯末尔在其他领域的改革同样紧紧围绕去宗教化这一核心。经济方面，凯末尔虽然不懂经济，但对经济问题十分重视。早在同希腊进行战争时，他就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问题，要等到土耳其获得政治独立后才能够得到解决。当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之后，凯末尔立即制定相关的经济政策来发展民族经济。为了使土耳其国家的日常生活将伊斯兰教的色彩减少到最低，凯末尔循序渐进地开展了世俗化经济改革。因为建立共和国只是一个外表，而要想使土耳其实现民族的振兴，必须要让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，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文明与进步。他认为，要想实现这一变化，首先就要从经济领域掀起一场彻头彻尾的改变。然后是教育文化方面。1928年9月1号，凯末尔提议成立的语言委员会推出了新的语言字母，用以代替沿用数百年的波斯阿拉伯字母系统。凯末尔采取拉丁字母的文字改革办法和外文词汇的肃清，是因为阿拉伯语字母只有少数伊斯兰学者才能读懂。如此一来，新的土耳其语言便断绝了与奥斯曼伊斯兰文献的联系。与此同时，凯末尔和许多高官多次到社会各个基层单位向群众进行扫盲活动。在推行字母改革前，土耳其国民的识字率不足 10%， 此后的10多年期间，土耳其国民的识字率提高了1倍多。此外，土耳其政府还停办了旧宗教院校，取消了大学神学系，整顿了外国人和基督教会办的学校，普及5年制小学义务教育，发展工、农、矿、师范及成人夜校等各类职业技术学校，改建和扩建了高等学校。社会生活方面，凯末尔破除了旧的落后的封建和宗教习俗。在服装方面，鼓励人们穿西服和便服，并废除了男人们戴菲兹帽、妇女戴面纱、头巾的旧习俗。一系列改革下来，土耳其同世界接轨的步伐大大加快。不知不觉中，伊斯兰教神权色彩逐渐从政权乃至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剥离，宗教信仰成了个人的事情，无法再上升到国家和集体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土耳其彻底完成了从神权国家向世俗国家的华丽转身，西亚病夫的头衔也彻底离之而去。从曾经的欧亚霸主帝国旁落为任人宰割的西亚病夫，奥斯曼土耳其的命运令人感慨唏嘘。但与此同时，土耳其人又是幸运的，因为他们等来了一位锐意进取、睿智创新的领袖。在凯末尔的领导下，土耳其人仅仅耗费10几年时间，就再度完成了自我救赎，从封建神权国家蜕变为符合时代发展的世俗共和国。走了几百年下坡路，能在最危急的时刻触底反弹，这样的结局已算不易。